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始。有关依人依法的问题。一，徒弟，如果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什么话都不说，一只狗在我们面前讲解佛经，我们该依止谁呢？智空禅师开始。你可能觉得这是个两难的问题，或者觉得应该依止狗，对不对？可是对我来说，佛虽然坐在那里没有说话，但我一定依止佛。狗不能成为我们依止的对象。我这样讲并不是不尊重法，你别忘了，法是佛说的，有佛在，为什么不依止佛？你可能说，佛坐在那里不讲经说法，但是你看到佛了，也可以请法呀。另外，法的意义非常广泛，不单单指佛经的意思，讲法的方式也无量无边。即使佛在那里不说法，也是因众生根基示现的最大的法，无说而说。二，徒弟，密宗为什么要重视上师？与依法不依人有冲突吗？智空禅师开始。没有冲突，不依止上师怎么能成就？尤其密宗是通过灌顶的方式传法，必须有这种严格的依止关系才可以。修行的理路，不是只看2本书就能明白，这种人即使有也很少。大部分人需要有具足修行经验的人来指导，尤其是那些证悟的人，才通达佛经义理，才是我们修行的依靠。因为他们就是代表佛陀来这个世界上传法的。一般意义上讲，依法不依人，也是对的。这是为了佛陀的教法能正确传承，排除人为干扰而设的规矩，需要这样来维护教法的正确性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已经证悟了空性，他的身口意就是法的正确展示，当然就可以只依止这个人，因为依止这个人，就是更好的依止正法。依人不依法，必须建立在传法上师有修有证，可以代表正法的基础之上。大家不要执着于依法不依人、依人不依法这些文字的表面含义，要具体看你到底依的什么法，依止的是什么人，再来进一步分析。